路透社20日披露，美国正考虑继7月后再次派作战舰艇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才过去2天，台湾国防部22日就主动发布了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。美国在中期选举和台湾9合1选举前接连在台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，其动机引发高度质疑。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截图，此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阿利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柯蒂斯·威尔伯号、USS Curtis Wilbur DDG-54、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安提塔姆号、USS Antietam CG-54。来源 ：U.S. Navy。台湾国防部22日晚9时15分发布新闻稿证实，2艘美国军舰当天从俄罗比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，此次属美舰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，相关细节由美国政府进行说明。该声明称，美舰航经台湾周边海域期间，国军均依规定全程掌握与应对，有能力维护海疆、领空安全及确保区域和平稳定，请国人放心。台总统府称，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。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，台湾将持续致力于两岸现状的维持，确保亚太地区和平、繁荣及发展。我们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。台媒报道截图，台湾中央社称，国防部22日虽然主动公布美舰通过，但并没有透露是什么样的军舰。据了解，通过台海的2艘军舰为宙斯盾舰，这不是美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。旺报此前报道称，2017年7月岛内就传出美军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海的消息。高阶国安人士透露，当时解放军辽宁舰自香港返回母港时，有一艘美军伯克级驱逐舰进入台湾海峡，沿住所谓海峡中线全程监视辽宁舰，但当时台湾国防部未予证实，仅表示对于周边海空域状况均全程监侦与掌握。今年7月7日，美国2艘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，这是自2007年美军小鹰号航母访问香港被拒，随后穿越台海之后，首度有官方证实美国军舰穿越台海。旺报认为，美国此举是有意让贸易战与南海、台海议题联动，以对大陆施压的企图相当明显。美国军舰接连过台海，在岛内引发多重解读。军事网站主编施孝伟称，美国的目的是要让世界知道，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国际水域，而非中国认为的内水。台海军前新疆舰舰长吕礼诗称，这是美舰今年第2次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行动，前2次都由台国防部主动发布新闻稿。显然，国军对于台海动态均能有效掌握，并与美军达成共识。他还说，虽然双舰编队为海军演训的最低门槛，但若加上今年以来美战略轰炸机在东海及南海实施17次持续轰炸机进驻存在任务，显现美军的海空军力重新指向台湾，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已有所改变。一位大陆台海问题专家对环ID Healthcare.com表示，这个消息由民进党当局率先释放出来，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内外压力。民进党当局现在也变成麻烦制造者，不愿意再承认9·2共识，两岸和平的正道上走，只能走联美抗中的道路。通过宣传军舰通过海峡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壮胆，也想提振低迷选情。海洋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22日对环表示，这次台国防部的声明显得他好像跟美国配合得很好，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。其实美国根本不拿台湾当回事，台湾只是一个棋子。此外，这次美舰过台海是在中美防长刚会面的情况下发生的，说明美国内部态度不统一。不仅如此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前不久还援引美国数名国防官员的话称，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草拟机密计划，准备11月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区域进行为期1周的军演，借此向大陆传达警告信息。大陆涉台人士分析称，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6日登场，美舰极可能在11月首周过台海，以反中驻台，替美国总统特朗普造势。接住11月24日台湾9合1选举登场，
一旦民进党当局为选举考虑，跟美国行动一唱一和，解放军必有反制行动。社评：美军舰在过台海释放什么信号？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对媒体说，美军威尔伯号和安提塔姆号2艘舰艇于当天执行例行过境台湾海峡的任务，并称此举是按照国际法进行的，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。美方还表示，多艘中国军舰在这一过程中尾随2艘美国船只，距离被认为是安全的。7月7日刚有过2艘美飞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，时隔3个月美舰就回来了，这一频度十分罕见，足以引人关注。上周四中美两国防长刚在新加坡见面，被普遍认为缓和了两军关系。美舰随后通过台湾海峡，传递出另外的信息。7月航经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 DDG-89资料图，来源：美国海军官网。7月航经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 DDG-65资料图，来源：美国军舰 DDG-65。脸书。台湾海峡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自由航行的水域，各国军舰也可以无害通过。事实上，不时有各国军舰走台湾海峡，如果美国军舰也是一般性安静的通过，就不构成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。那样的通过在军事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。现在的情况是，美国军舰过台湾海峡，华盛顿以此传递的是政治信号。美军上周六就向媒体披露了要派2艘军舰过台湾海峡的消息，表明华盛顿自己就很把这次行动当成一件事。2艘军舰的油不是白烧的，美军大概想传递以下信息：一是宣示航行自由，二是鼓舞安抚台湾当局，三是保持对华施压的姿态等等。美舰以这种方式过台湾海峡虽然合法，但对中国不友好，是一个挑衅动作。这样的定性当属实事求是，中方首先不能为此很生气，同时要客观评估美舰过台海对我们的危害程度，既不无动于衷，也不能将之看得太重，被美方牵制了。美国军舰在今年7月份那次过台海之前，有好几年没来这里公开兜风姿势了，然后3个多月就来了2次，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。它与华盛顿将北京视为战略对手显然不无关系，而且美方似乎有意将这一做法常态化，这对中方来说当然不是好事。另一方面，如果美舰仅仅是过台湾海峡，其真实的军事意义就将是有限的。美国类似挑衅活动对中方的施压效应已经大不如前，这是因为中国在近海的力量大大增强，我们控制美方这类行动危害的能力今非昔比，我们更加胸有成竹，使得美方这样做的军事及政治意义大打折扣。过去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近海耀武扬威，但现在他们在台海等中国近海的威风打了折扣，他们每次过来都会被解放军护送，这意味着美方也要承受中方这样做带给他的反向压力。其军舰过得不会太舒服，他的军舰合法，我们的军舰更合法。美方这样做，显示其愿意承受中美关系因此而增加的那部分互疑。中方会觉得他可能更频繁地打台湾海，以及搞各种挑衅，他则会往中方将会对美实施更强硬反制的方向上想。总的来看，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，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，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。中国既不能往后退，也不必搞以攻为守，我们最需要的是并力，它是主动性的源泉，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安全的生命线。美舰过台海时，了解地区内的种种复杂性，也清楚避免这一行动不过度加载过多信息的重要性。现在是美方操控台当局，如果华盛顿搞过头，就相当于自己直接扛起台海局势的更多重量。华盛顿真希望那样吗？还是希望他想清楚了。总的来看，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，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，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。中国既不能往后退，也不必搞以攻为守，我们最需要的是并力，
它是主动性的源泉，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安全的生命线。每见过台海时，了解地区内的种种复杂性，也清楚避免这一行动不过度加载过多信息的重要性。现在是美方操控台当局，如果华盛顿搞过头，就相当于自己直接扛起台海局势的更多重量。华盛顿真希望那样吗？还是希望他想清楚了。总的来看，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，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，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。中国既不能往后退，也不必搞以攻为守。我们最需要的是定力，它是主动性的源泉，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安全的生命线。总的来看，美国对华施压的领域逐渐变宽，中国要适应这个态势，提升与美博弈的能力。中国既不能往后退，也不必搞以攻为守。我们最需要的是定力，它是主动性的源泉，也是在这个复杂年代国家